先跟大家說一下1號木右曲的問題，有3個比較主要的問題導致他们1號木右曲一個非常主要的原因。其中第3點是最重要，但是又最多人忽略的。在1號木右曲的球手裡面，他們在下桿的時候，他們會優先旋轉上半身來去達到一個打中球的感覺。究其原因，是因為他們在揮桿的時候，他們並不是想着去做這個揮桿的動作，而純粹只是想要去打球。OK， 因為球在這兒。然後我們又有工具在手，所以我們很自然而然就想要這個樣子去打下去，這是非常符合我們人在日常使用工具的一個行為習慣。那在我們打1號木的時候，我們要更多的感覺，我們只是做一個揮桿的動作，我們讓球桿順暢的從我們身體的右側、後側去通過我們的球。那具體的操作方法是，我們在上桿頂點之後，我們在下桿的時候，我們要讓身體感覺這個球桿是在我們的身體後面落下來。然後掃過去 ，OK， 而不是說到頂點的時候拐過來去打中球，這樣的話你就永遠都只能是向下擊球以及外下桿。那我們說到第2點常見的，就是在準備動作的時候，很多人他會忽略1號木的準備動作，他們總是還是沿襲他們在打鐵桿時候的身體姿態，也就是說他的上半身會比較直，並沒有太多的向右側的傾斜。同時，他的身體重心會比較多的放在左腳，所有的這幾個小點，它都是在加強我們向下擊球更加陡立的一個趨勢。如果你用這個動作打鐵桿，我相信你會打得非常好。但如果你在打1號木這麼做，那個結果一定不會很理想。所以在準備姿勢的時候，我們就需要感覺上半身是向右邊傾斜一點點，同時感覺可能稍微有多一點，大概60%左右的重心，我們是放在右腳，做這樣的一個揮桿預設。這樣才能夠從根源上去避免你從外下桿的一個感覺。那第3個點，也就是我們剛剛說最重要的點，我們能觀察到，其實右曲球它一個比較明顯的趨勢是，一開始球就往右邊走了。那是為什麼呢？那是因為我們很多人都忽略掉了我們的握桿的重要性。如果你去看一下所有的業餘球手，他打右曲球的，你讓他打開他的握桿，他的左手一打開，大幾率是會在手掌裡面的。那也就是說，我們在下桿的時候，我們並沒有辦法很好的去做桿面的轉換，因為在握桿的時候，我們教練都會強調說，我們握桿需要握在手指指根的位置，因為在手指上面，我們比較容易做這個桿面轉動的一個動作。它並不是一個你需要刻意去做，但如果說你握在指根裡面，它就比較容易有這個趨勢做得出來。但如果說我們是握在手掌，那這個時候我們就很難去做桿面的旋轉了。什麼情況下我們會把握把握在手掌？是在推桿的时候，我們會把握在手掌，因為在推桿的過程中，我們需要桿面的相對穩定，不需要有太多的轉動。但是当我們在打1號木的時候，我們就需要把它握在我們的指根的位置，這樣方便我們去做一個桿面的一個轉化。試想一下，握桿其實它是我們人體跟球桿唯一的一個連接處。如果這個地方你做不好，那我們的很多上桿和下桿的動作，我們需要做非常多的協調和補償，來去讓它的桿面方正。OK， 那我們這邊給大家一個小練習，大家平時在家也能做，在練習場也能做，就是我們需要在準備的時候，按照我們剛剛說的，首先握桿握在我們的指根，然後同時我們要做好上半身的一個預設動作，重心多一點，大概60%在右腳，然後上半身傾斜。然後做一個上桿動作，然後在下桿的時候不要想着去打中這個球，我們提前把一顆球放在這兒，放在我們的右腳的這個區域。我們要想象我們的球桿要先打中這一顆白色的球，然後再打中我們這顆球。好，那我們試一下，但並不是真的要你打中它哈，我們只是要感覺讓桿頭先從這個位置經過，然後再打中這個你本來要想要打的球。所以對比剛剛這兩個數據，我的桿頭軌跡是更加的是一個正數，也就是我是一個內下桿。然後我的桿面角度從剛剛前面的一個正數，也就是我們是開放桿面去擊球，到現在-3，也就是我關了小小的3度去擊球。所以兩個球路看起來是完全不一樣的，一個是一個很大的右曲球，而這個是一个小左曲。希望今天這個視頻能幫助到你，謝謝大家。